讲到台湾光复，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绝对是 C 位中的 C 位，但你知道吗？因为开罗宣言中澎湖变小笠原，英国想玩文字游戏等突发状况，差一点就让光复大业翻了车。让我们回到1943年，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。1943年11月23日，世界大战已接近收尾，三国大佬罗斯福、丘吉尔、蒋介石在埃及开罗正式开会。此时苏联还未对日宣战，所以史达林没来。聊到怎么惩罚日本时，老蒋直接开大。日本从东北开始侵略中国，打败他后，东北当然要还。台湾、澎湖本来就是中国领土，也必须还。罗斯福当场点头支持，还加码说要把日本一战后在太平洋抢的岛全剥夺。但这里有个小 bug， 罗斯福他老人家记错时间了，台湾是1895年甲午战争就被割走的。当晚，老蒋和蒋夫人去罗斯福房间吃晚饭，老蒋再次强调东北、台湾、澎湖必须归还中国。罗斯福同意，立刻叫幕僚根据谈话起草公报。不过这份公报草案是真的很草，中方代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一看当场傻眼，草案里居然把澎湖列岛 Pescador 写成了小笠原岛 Bonin Islands， 这还得了？接收时绝对出大事。代表团里的海军中将也是情报高手的杨宣成，一时想不起澎湖的英文，急奔开罗图书馆查地图，确认是 Pescadores， 西班牙语中是渔夫群岛的意思，火速上报更正，这一改才避免了大乌龙。但更扯的来了，美英中代表最后核对公报时，英国外交官贾德甘突然发难，开始搞事，想玩文字游戏英中国。他提出要把原文的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，例如东北4省、台湾、澎湖列岛等，当然应归还中国中的归还中国，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。英国给出的理由超瞎，贾德甘说这样改，我们议会问起来，我好交代啊。不然为什么只写明这几个地方还给中国，其他备战地方不说？其实就是英国佬不想白纸黑字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。王宠惠当场炸毛，火力全开，说这样改，中国绝对不接受，全世界都会问，日本放弃后地给谁？难道要变无主地？含糊其辞，那这公报有个屁用？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反侵略，目标就是拿回失土。好在此时美国占中方，力挺维持归还中国。最终中美合力，英国阴谋破功，开罗宣言定乾坤，台湾光复成定局。中美英三国领袖最终确认公报，里面白纸黑字写明，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，例如东北4省、台湾、澎湖列岛等，归还中国。归还二字国际法上超关键，意思就是主权直接回归中国，不是放弃后让别人抢。所以看到没？开罗宣言让台湾回归中国，根本不是自然而然，那是中国人在开罗会议上一场接着一场硬仗打下来的。从精心准备提案，到现场据理力争，再到火眼金睛抓笔误，硬刚英国的文字游戏，每一步都惊险万分，少了其中任何一环，历史都有可能改写。因此，开罗宣言就是台湾光复的最强国际保证书。